大家好，我是龟龟。今天呢，我们主要讨论一下，欧洲老人为什么长寿？大家有没有发现，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呢，街头经常能看到一群满头白发的老人，他们呢不是在公园散步，就是在骑车打球，活力满满。有些甚至已经80岁、80岁以上了，还能坚持跑马拉松。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欧洲的老人呢普遍长寿？你觉得这是什么秘诀呢？那么现在我就告诉你吧，运动真的就是他们的长寿秘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欧洲许多国家的平均寿命都超过80岁，像瑞士啊、法国、德国、西班牙这些老人呢，他们的寿命呢都是相当高的。他们不仅寿命长，而且呢生活质量也很高。那80岁的老人依然能够自己买菜做饭，单独旅游度假，而且甚至呢会参加社区的活动啊，而且呢还会去打世界杯，例如乒乓球世界杯。我身边呢就一个老人，他呢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做运动，然后呢去很多的运动项目，例如骑车呀、打乒乓球呀，有时候还跳舞啊、散步啊，每天都雷打不动。可以说他们的晚年生活不是躺着的熬，而是动着的活。在欧洲呢，运动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人呢更爱运动。很多老人啊，他们每天固定的时间骑车出门买菜、拜访朋友，全靠自行车。也还有很多呢，他们就喜欢拿这个登山杖去爬山，而且呢，很多人呢还会晨跑。我这个人呢不是特别喜欢晨跑，但是我特别佩服我身边的有很多老人，他们的确早上起来去跑步，而且呢还喜欢呢打球。广场舞相对而言少一点，但是呢他们还经常呢烧烤弄 party 之类的，这是很多的啊。这些运动呢他们不追求强度，而是注重呢规律和长期坚持，所以呢这些老人的身体呢一直呢就保持灵活，心态也更健康，而且心态呢也很年轻。你看我的朋友他就是正在辛勤的运动着，我们来欣赏一段他的运动吧。
那么运动呢，到底能给老人带来什么呢？其实呢，科学研究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个呢，它能增强呢心肺功能。经常运动的老人呢，血液循环更好，心脏更健康，减少心脏病风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老人呢已经超过82周岁以上了，他呢每天还活力满满。其实说句实话，我有时候呢都特别佩服他。我觉得我一个年轻人体力上完全跟不上他。我们有时候一起出去玩，完全就是可以说是他带我玩，他帮我提行李，有时候的确有点汗颜呐。第二个，运动呢能保持肌肉骨骼健康。人呢上了年纪，那肌肉呢会流失，骨头呢会变脆。如果呢适度的运动呢，那比如散步、拉伸，可以延缓衰老。就是说这个朋友呢，他就特别推荐拉伸。你看他专门在家里就弄了就是这个吊环，他就非常推荐这个拉伸这个东西。他说自从他做了这个拉伸运动啊，他也不驼背，走路也挺直的，人看起来呢也非常好看，体型优美。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在家里也弄一副吊环，可以像他这样的旋转，或者是就拉伸吧，这样对身体也非常的有好处。第三个呢，运动呢预防呢慢性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肥胖这些常见的疾病，运动呢都有很好的预防和改善作用。第四个呢，就是改善呢心理状态，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因为呢运动能释放多巴胺，让呢人心情愉快，减少抑郁和孤独感。所以说呢，你经常看到呢欧洲的老人总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样子。那么呢说到这里呢，可能你会问，我们中国的老人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个人觉得是有差别的。就说我认识的一群年龄70、80岁的老人吧，就是说他们差别在哪？差别在生活习惯。我也没看到谁去打个乒乓球或者去游个泳。当然了，条件可能也有限制就是说在国内打球不是很普遍的一个运动，或者说是一种比较贵的一种运动，不像在欧洲。然后呢，游泳的就更是了。大部分老年人呢，他退休后呢，活动就在家呢打麻将或者是看电视。当然了，还有人说广场舞是有，但是广场舞我看到的大部分的人呢都是50、60岁吧，上了70、80岁以上呢，我看到的就比较少了。所以呢，久而久之呢，如果你就是不运动那么身体就容易僵硬，疾病呢就会找上门。大部分老年人呢，我看到的他就散步，这个散步呢是挺好的，但是可能就是没有达到一定的运动量。这么说吧，如果说像欧洲老人一样把运动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每天坚持动一动，不管是散步还是打太极或者是打乒乓球或者是就是室内的这种拉吊环或者是玩球都可以让身体保持活力。那么最后问题来了，老年人到底适合做什么运动呢？当然了，散步是很简单也最安全的，但是散步可能有一点点缺陷，就是如果你散步的时间不够，或比如说你就散个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走得比较慢，那么你的运动量可能没有达上去。游泳其实是一个好的运动项目，对关节呢压力比较小，锻炼全身肌肉的。最后呢，就是其实打乒乓球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对老年人的想运动，但是可能对国内的老人这种就是没有这个设施条件其实老年人呢还有一个办法呢，可以跳操，但是呢可能
如果说没有人一起跳，可能会贵在坚持，就像这个老奶奶一样，她每天起来其实她是跳操或者是拉伸，这个呢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一个人也可以做的，但是可能问题出在呢就是很难坚持，因为一个人呢没有团体活动这种感觉啊。但是大家记住，量力而行，贵在坚持，对吧？最后呢，我还想说一下，其实运动呢还能交到朋友，保持呢社交活力。就是说，如果你参加了一种运动啊，那在这运动中，你可能会交到一帮很好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就是说把你的心事啊，把你的烦恼啊，可以倾诉给朋友，对吧？然后对你的身心呢是有益的。总而言之，总结一下，欧洲老人之所以普遍长寿，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运动融入了生活。他们呢不是拼命锻炼，而是坚持锻炼，几十年如一日。所以说呢，长寿呢是没有捷径的，或者说身体好呢也是没有捷径的。秘诀就在于呢每天动一动，活到99。朋友们，如果你身边的长辈还没有动起来，那么就希望我们可以能推动他们去动一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请帮忙订阅、点赞、转发，打开小铃铛。谢谢，再见，拜拜。